闻着臭，吃着香，这说的是榴莲的味道。一只榴莲三只鸡，这说明了榴莲的营养。一大只榴莲买回家，如何能从壳到肉再到核都物尽其用呢？健康新时代请到了中国烹饪大师丙大厨，一道用榴莲壳包制滋补养生的鸡汤，一道用榴莲肉做外酥里糯的甜点，家人有约，保证让您回味到流连忘返。想知道更多关于榴莲的健康知识，就别错过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我是贴心小厨男大嘴。以前呢听过这样一句关于榴莲的说法，说榴莲呢，你如果是第一次看到它，你会不想吃它；第二次呢是朋友买给你吃，但第三次就是你买给朋友吃了。听到没有？这就是榴莲的魅力。很多人都觉得它臭，不喜欢。不过更多人呢，不仅吃上它之后觉得很过瘾，而且还会喜欢它的营养。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说这个一只榴莲相当于3只鸡的营养价值很高，并且被誉为什么？热带的果王啊，有这个说法不？郭老师？有的。那据说呢，这个榴莲平时的时候呢，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用榴莲做美食，可能就是做面点。不过用这个榴莲来做其他这个主食，搭配出来这个配菜也还不错。而且我们平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肉，今天呢，我们用榴莲壳也能煲出来非常好的汤品。对。第一道菜是什么？榴莲炖鸡。榴莲炖鸡是由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丙大厨给您带来的。制作榴莲炖鸡需要准备的主料有榴莲、整鸡、核桃仁儿、红枣。这个选择榴莲呢，一定要选择这个表皮带有丘陵状了。丘陵的，丘陵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刺儿越多越好，刺儿越多越硬实越好。哎呦，是不是？但是打开之后呢，你看这个它是软的，就是这个颜色这个带有黄色的，这些不要买一些那个皮看出来是青的。一般这个成熟的榴莲都是开口的，对，开口的。而且呢，平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榴莲呢，虽然说闻着臭，不过吃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甘甜无比，因为里面这个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对，没错，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们呢，把榴莲肉取下来之后，我们放在一边，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冰镇来吃哦。我们今天做这道菜用什么？用榴莲壳。一个是榴莲壳，再一个是榴莲那个榴莲里面的核。以前的时候，这个壳和这个核都得撇掉了。对。今天呢，我们不用撇，把它保留住，然后用它呢，能煲出非常好喝的汤来，非常有营养。没错。先把这个肉，榴莲肉取下来，哎呦喂，真想立刻给它送进嘴巴。这个肉呢，我们再做一个其他的菜。我们先把这个核给它取出来。榴莲壳的营养是非常好的。榴莲壳有什么营养？榴莲壳呢，它可以补肾，而且还可以健脾。那么平常呢，我们就煮吃啊，它就有一点这个烤地瓜的味道，像地瓜一样的面嘟嘟的，非常好吃。哇，煮一煮吃它就可以。煮吃它都很好，所以今天咱们用它来煲汤。这个壳煮水之后呢，还治这个皮肤病。对，没错，这是榴莲壳，不是这个核。听到没有？所以说榴莲呢，全身都是宝。这一个榴莲呢，相当于3只鸡。那今天呢，我们再选择一只鸡跟它一起来煲，这只。这就是4只鸡放出来的汤了，是不是？4只鸡，然后1碗浓汤。哎呦，听上去这个营养就无敌的感觉。好了，我们这边榴莲的核已经取好了，放在一边备用。看一下大厨这边怎么来去这个核。这个今天用呢，就不是用外皮，用里面的这块用这个瓤，在白瓤这块。好，这个炖汤比较好。你看，很多人说这个榴莲呢，一般沾到手上之后呢，这个臭味很难去除。那么教大家一个招儿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壳里面盛好水，在这个壳里面来洗手就可以了。对，这是一种说法，一个小妙招，一个小妙招。把这个边边角角的位置修整一下。好，我们这个就不需要了，是不是？对，这个就不需要。这个我们就可以扔掉它了。好，给它削一下，削成这种块儿。这是白色的肉，用这种肉呢煲出来的汤是比较滋养的。其实刚才让你扔掉那个榴莲壳也是很可惜的，也可以用它来煲汤。那么，但是它煲的汤作用完全不同。比如说你这个榴莲吃多了，上火上得很厉害，那么你就可以用那个壳来煲汤。那么这种汤呢，煲出来以后是干什么的呢？就可以败火，它反倒能够清凉作用的，降火的。听到没有？用榴莲壳煮水都可以。好嘞，这边我们今天用的主要是这个内核。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都说这个一只榴莲呢相当于3只鸡。3只鸡。那究竟这榴莲的营养有哪些呢？不如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其实榴莲呢，那么泰国人他们那边产榴莲，他们呢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它这是绝对的补养身体，也就是说特别适合病人啊，那种身体虚弱的、身体不强壮的那种人，我们用来滋养身体的。其实它最主要作用就是滋养身体了。那么滋养身体作用，它的滋补作用呢，主要是可以，要是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能滋补我们的脾和肾。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你像榴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我们女性来讲是妇科良药。这个主要用来治疗什么呢？你像这个姑娘有的时候到了我们的生理周期，就是月经期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有痛经，好多小姑娘呢可能要多一些，那么疼得很难受，我们就有的时候会给她吃一点榴莲。那么这个榴莲肉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活血去寒的作用，可以去除身体内的寒气，而且能让我们的血液呢，浑身的血呢柔和起来，所以这样可以治疗一些疼痛的毛病，甚至呢一些我们包括关节疼痛，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那你看啊，这个季节呢正好到秋天，有的时候夏天由于吹空调，或者是由于吃冰淇淋造成这个脾胃的虚寒，都可以通过吃榴莲，然后去一下去寒气。对，去寒气是可以的。好嘞，这边我们选择一只鸡，给它切块。你看，我意识到这个鸡呢，我想问一下丙初，你看平时想让它脂肪摄入的少，会不会经常把这个鸡皮给剥下来？会不会？也会。都说这样呢会减少热量的摄入，是因为它这个鸡呢，它主要的这个油脂呢就在这个鸡皮下面。鸡皮下面，鸡皮。那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就是说把鸡皮剥下去就可以。对，没错。你要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人都比较胖，然后呢，我也不需要吃很多脂肪，我就为了补养身体，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鸡皮都撕掉。那么尤其是一些比较关键部位的鸡皮肤，一定要把它撕掉，比如说脖子部位的这种淋巴呀，还有这个腺体啊比较多的部位，它都是聚集毒素比较多的。还有就是鸡屁股那个部位，鸡尖的位置，一般我们都要给它这个剪掉，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毒素啊、农药残留啊什么都是很多的。那个就不建议大家来吃了，对，所以煲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干净。这个给鸡焯一下水，焯水的时候呢，就用凉水下锅就行。用凉水焯，好像这样的，这个凉水能起到杂质啊什么的容易出来。就是说，随着水温的升高，这个鸡肉呢也慢慢的利于它血水排出来。对，那个血水就出来了。凉水下锅，然后呢慢慢的焯一下水。我们这边讲话的时候呢，一边能感觉到这边榴莲香臭的味道哈。说到榴莲，我相信真的是电视机前好多朋友们的最爱。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榴莲肉给剥下来，不把它作为主角，我们反而呢是把平时我们生活中认为的废料榴莲壳和榴莲核给留下来。这个呢就考验我们厨师的创意以及这个怎么样厨艺了。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呢，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创意菜品哈。炖这个汤呢，还加了一点那个核桃，这个核桃和这个大枣。我在想，这个核桃为什么要泡一下水呢？这个因为你炖汤嘛，这个如果你不泡水的话，它这个皮有点涩，但是这个汤色也不好看。没错。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今天这道菜有核桃，还有这个大枣，还有鸡，还有这个我们这边的榴莲的外壳，这样一个搭配，你感觉整体来讲究竟来补什么？我感觉好像哪一样都能补哎。没错，你像大枣，我们感觉好像补血，然后呢，我们的核桃健脑，那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榴莲肉又是补脾和补肾的，那么好像感觉我们的这个就是全身都补了，全身的器官啊都被它补了个遍。那么鸡肉呢又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就像我们这个中医讲的药引子一样，然后起到引导作用，让大家呢给咱们提高体力。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喝一道这样的汤，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好嘞，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沫好给它撇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买榴莲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买回家的时候发现它没裂口，那么怎么在家里能想个招把它迅速的在家里健康的催熟呢？一般呢，像我们讲的这个榴莲呢，它有一个办法能把它催熟，也就是说，我们把榴莲呢用废报纸给它包起来，包的稍微严实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废报纸给它点燃以后呢，这时候这里面的温度等它完全燃烧了以后，里面的相当于给榴莲加了个小温，然后呢起到一个催熟作用，然后你就把这个榴莲呢再用一张报纸包好了，包好以后呢，把它放在那儿。过上2-3天，这个壳儿就会开口，自己裂开了。如果没自己裂开呢，你就从高处轻轻的给它摔一下，不要摔特别高，轻轻摔一下，它就裂开口，这就是好榴莲。
如果你比如说那个榴莲，你这样摔都摔不开的，然后你要撬半天的，那肯定是不熟的榴莲。不熟，那也不好吃。一般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吃那样的榴莲了，你再让它捂的再熟一些，那么这样才能使用。不过我觉得这边这个鸡呢，捞出来之后放在锅中这一刻，让我们觉得对这道菜又开始更加期待了，因为距离最后成熟的过程可能还更近了一点点。加点这个葱段以及呢这个大姜，接下来我们这时候就要放进去吗？放进去，放进去，也不用焯水，然后直接就放。哎呦，那我们这边这个盒是不是也要放一起放？大叔，我在开始担忧这榴莲臭臭的，包括这个壳和核都臭臭的，它不会使这个汤煲完之后呢，你基本闻不到这个，也尝不到这个榴莲的味道。闻不到臭味？闻不到。但是如果你要想吃的话呢，就必须在出锅之前加入一些榴莲肉。哎呦，明白了，就是说看你个人的喜欢。如果说你非常喜欢榴莲味的话，你可以加一点；如果不喜欢的话，这么包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道你看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家庭成员中呢，真的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榴莲这种果肉，榴莲的这种味道。咱呢可以在家里的时候，你吃肉，然后呢你选择用这个壳和核呢，给另外2个成员煲个汤，还没有榴莲味儿，还能养身体。然后咱这个榴莲买回来之后呢，还能将所有的部位都利用得到。其实榴莲还是蛮贵的，是回来之后真的好好的利用它，就要把这个废物全部都利用起来，享受生活，享受美味，是不是？好，这时候放入锅中，我们把它慢慢的煲多长时间呢？煲2个小时。2个小时，将我们的泡好的核桃、大枣，还有榴莲的壳，还有核，还有鸡，在里面慢慢的煲。用什么火呢？这个开锅之后呢，改这个中小火。大火开锅，然后改成中小火。那您看到了，现在呢，我们的锅中呢，慢慢的来煲它，需要2个小时。不过这个时间呢，我马上给您送来的是第2道菜品了，用榴莲肉做一道甜品。一说到甜品呢，你可能会想榴莲酥，尤其榴莲酥那个咔咔咔脆的那个外皮很酥脆的感觉，里面呢用了一个新鲜的榴莲做下很好吃。不过在家里做有点难度，有点复杂。不过呢，秉厨带来的第2道菜呢，确实很简单，但是味道呢却一点都不比榴莲酥差。广告之后马上送上。好了，操作简单、滋补养生的榴莲炖鸡就做好了。把家中吃榴莲剩下的、原本要当做废物处理的果壳和果核通通用上，变废为宝，做一道汤鲜味美的榴莲炖鸡，是不是非常节约呢？而且它的清补功效也是不容小觑的。边角料咱都用上了，这榴莲肉当然也不能错过。接下来，秉厨将要为您送上好吃不麻烦的家人有约，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榴莲味足、浓香四溢的精美甜点。不要走开，接下来更精彩。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健康新时代。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榴莲。榴莲呢，生活中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它，吃完一次之后呢，就觉得很上瘾。不过很多人如果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会觉得被它的臭味呢所觉得这个望而却步。不过今天我们的秉大厨要改变榴莲的历史，要让所有人都爱上它。刚才带来的这道菜是这个榴莲炖鸡，用榴莲壳和榴莲核来煲它，还在锅中炖着呢。咱不急，这边呢我们要做一道甜品了，有没有很期待，郭老师？很期待，我本来想着要吃到榴莲酥，结果但是呢这道菜比榴莲酥要简单，但味道不比榴莲酥差。名字是什么？家人有约。家人有约，为什么叫家人有约？因为这个卷做好之后呢，需要蘸一个这个橙汁和那个番茄汁调的一个酱。番茄汁和橙汁调的代表着是一种什么？代表这个家人。对。然后呢，蘸着这个榴莲，有约了，有约了。真的不错。那好，我们这边看一下用的是这种干淀粉，包括面包糠，包括这个呢，这个纸在超市中经常能买到了。对。什么纸？就是糯米纸。糯米纸，我们经常做这个小面点的时候，经常用的这种。现在我们先调一下馅儿。这个榴莲呢，就是干那个盒上剥下来的榴莲肉。一个榴莲出来的。对。好，这个先放一下炼乳。炼乳，我总感觉你看在家里的时候呢，做甜点或者说做烘焙，是一种格外的享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麻烦，不过说如果说你能亲自吃到自己做出来的面包，自己做出来的西点的话，那种幸福的感觉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得到。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这是个问题。今天健康新时代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宝就是秉大厨，是我们的大宝。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的是家里有约，来一点炼乳，炼乳的量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一汤匙，哎，咱们这一大碗的榴莲肉用1汤匙的这个炼乳，这个淀粉大概是哪个勺？这一个，这个就是，哎呦，不是1元1/2，加2个蛋黄，2个蛋黄，哎呦，只用蛋黄，哎呦，来回搅拌一下，对，搅匀了它，这个味道太香了。你看，我们就觉得今天做这2道菜呢，让你觉得特别受罪。这个罪呢，不是说你讨厌这个榴莲的臭味，而是说你反而被这个臭味深深的吸引住，你想吃它。但是呢，没做好之前，你还不忍心，对，你还不忍心直接把这榴莲肉取下来，你得等它有最好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很遭罪的2道菜。还准备了一些那个葡萄干，把它给这个榴莲呢，它有个典故，它怎么叫的这个榴莲哈？就相当很早古代啊，哎呦，有这个一群人这个在漂洋过海，被冲散了。冲散了呢，其中有一个男女呢，流落在一个荒岛上。哇！这个当地的居民呢，就给他这个居民也不知道什么果子，给他们吃。他们吃了之后呢，也就不想回家了。哦，是吧？然后呢，就是用这个故事，就是流连忘返嘛。流连忘返，不想回家了，就是因为榴莲的味道。对。泰国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榴莲出沙龙脱，就是他们这个泰国的女孩子穿这个沙龙裙，然后呢说，哎呀，要是为了吃榴莲，把沙龙都可以脱掉卖掉，然后换成榴莲吃，所以也是很诱人的一个美食啊。只要是想补身体的人都不会放过它。那么现在我们先把先夹一小块的，把一只鸡夹进我们这个馅儿里，是不是？鸡翅膀，鸡翅膀这是一个。好嘞，往上推。到这里呢，把它给折起来，包起来。这就像我们平时的时候包春饼一样。对，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家里做那种春卷的做法。你看看，包好之后呢，用这个干淀粉沾一下，给它封个口。对，哇，好，我们准备好一个盘子，在这边放上，必须是干的，因为这个我们的糯米纸呢很干燥，它吸一点点水就可，就可它软。你看，出来一个，好好闻的。其实你看一说到这个榴莲呢，我有时候会有点担忧，因为我这个人呢，你看壮壮的，然后看起来就是给人感觉精力很充沛的样子，火力比较足。都说吃榴莲呢容易上火，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时候吃2块之后也就不敢再吃了。那么有没有什么招让我一次吃榴莲吃个够？有没有？其实呢，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吃榴莲的一个最佳搭配。也就是说，用榴莲壳或者榴莲这里面的果肉啊煲汤喝。有煲汤？因为咱们刚才讲了那个榴莲皮水啊，就是败火的良方，那么也能败火。但是你要想口感好呢，就用我们今天这个榴莲的这个白色的肉煲出这个汤。光用白色的肉煲，假如不放鸡汤的话，它也是败火的。它有非常好的什么作用呢？可以清肺败火，特别适合于秋季进补。所以我们刚才饼厨选的这道菜，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说这个水果之间相互搭配也能够起到对你如果像你不喜欢煲汤没那么多时间，那么你可以选择最简单的，它有一个黄金搭档了。怎么讲？那么它的搭档呢，就是水果皇后。水果皇后是谁呀？山竹是不是？没错。山竹水果皇后。水果皇后，因为山竹呢最能对抗它的火气，可以帮它清火。所以我们吃榴莲的时候啊，不妨吃上个山竹。但是如果正好山竹没有，你要吃不上，那么你可以选择咱便宜点的水果。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梨呀、西瓜，这都是也是能够帮我们败火走火的。所以呢，我们吃这个也行，或者实在没有呢，我们就吃点芹菜。芹菜用芹菜炒个芹菜吃，凉拌个芹菜，那也是很好的败火的东西。或者喝淡盐水。淡盐水也能败火，淡盐水也可以败火。好嘞，现在呢，我们这边已经都包好了，我们的家人有约。接下来呢，看一下大厨接下来怎么操作。这个打个蛋液，拖一下蛋液，蘸一下面包糠。蘸面包糠。对。哎呦，用全蛋就可以了。那这个蛋液的作用呢，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包好的这个榴莲这个沾上面包糠。对，沾上面包糠，不然的话粘不住。那我觉得这时候我们的锅中可以先把油烧上，先倒上油，那今天说到榴莲，刚才老师也说这个榴莲多吃容易上火，那究竟这个一天吃多少，它这个刚刚好呢？泰国呢，因为他们榴莲多嘛，他们卫生部有一个绝对要大家遵守的规定，就是什么呢？一个人一天只许吃这样的2个瓣儿。2瓣儿，也就是说榴莲的这个肉扒出来呢，不能超过100克，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的2两，绝对不可以超。也就是说，这样呢，以防止它呢过于上火。那一般榴莲它比较适合什么人群？一般像榴莲呢，特别适合于那种身体虚弱的，就像我们说病后刚生完病以后的病后身体恢复，还有平常呢就体弱多病的，我们的大嘴不适合。
我不适合，我一直都是身体壮壮的，身体活力比较强足足的。壮对，如果身体特别它强壮的呢，我们不建议吃太多榴莲，可以吃，因为它每年到了节气，我们需要补养身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但是不主张吃太多。听到没有？所以说榴莲好吃呢，也要注意量。那么今天我们把它做的是加热有约，然后蘸一点蛋液，然后蘸满这个面包糠来。这个需不需要蘸得很厚的这种呢？对，蘸一层就可以了。薄薄的一层面包糠，我觉得面包糠有点多了，它的热量太高了，待会儿我们就会吸油。对，你看到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加热有约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榴莲的气味啊，一直这么萦绕着，然后就总想吃一吃它，总感觉好像忍不住的样子。你别看这个榴莲啊，它虽然臭臭的，但它这个味道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气味本身就能促进食欲。而且呢，还能刺激我们胃肠道蠕动，所以你闻到榴莲味儿的时候，你就感觉你这个肠在咕噜咕噜叫。的确是，它促进肠蠕动，所以呢，有很多便秘的人啊，闻味儿道都能帮助肠蠕动了。你看哈，我就觉得这一口塞进嘴巴里面的时候都过瘾。是啊，是不是？没错。榴莲肉，你看糯糯的，有没有馋到你？如果说哈这个就馋到你了的话，那我相信这边的一会儿做出来之后，炸完之后的样子，一定会让你更眼馋。看到没有？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蛋液拍完之后，来上一点面包糠，已经准备好了。这边油给它在什么程度的时候是刚刚好的？这个3、4成就行。3、4成对，低温。低温的。因为这个它本身它就是很容易熟。哎呦，那3、4成的油温怎么辨别呢？因为这个油以前已经炸过了。如果新油的话呢，它是下面是开始动的。开始动的时候就开始放进去。对。哎呦，你看。3、4成的油温它不是很劲爆，如果是比较劲爆的话，扔进去之后它歘的一下滋啦。对，不是，你看这还是很舒缓的，然后慢慢的来炸它，很平静哎。轻轻一炸就可以了。轻轻一炸就行，不然的话吸太多油的话会有点腻。它这个就是为了让它定型，让它定型，没错。那么就在我们这边哈炸这个加热有约的时候呢，我们锅中呢这个榴莲炖鸡还在慢慢的煲着，我期待着出来这个鸡的汤味呢，能够鸡汤中略带一点榴莲的香味。这时候的火控制在什么程度呢？这个小火，小火一定要小火。对。那大家看，今天呢，我们为了给大家带来这个菜品哈，特意准备一个这么大颗的榴莲。比如说我在想，这一半我们在家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它保存呢。这个没用完呢，你就不要再把它全剥开了，就这样把它放住之后呢，打上保鲜膜，就可以。因为你要那样放的话，一个是这里的香气呢，它容易挥发的快，再一个呢，它这个很容易招一些那个小飞虫啊，因为它这个喜甜味儿，就是它那个味道呢。这个在昆虫界，它大概它闻不到这是香味儿。昆虫界它不觉得这是香味，它会光闻甜味儿。对，它就会找来的。的确，听到没有？不要一次性给它剥开哦。然后这个剩下的榴莲肉呢，其实我有听说一个做法呢，就是虽然打上保鲜膜，但是咱们可以把它用报纸多包上几层，包上以后呢，它有保鲜的作用。然后呢，不用放冰箱，找一个阴暗的小角落，阴凉的角落放一下，也能保存一段时间。好嘞，就在说话间，我们大厨这边哈已经这个炸好了。哎呦，炸完之后它鼓了起来了。对，而且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榴莲糠的表面呢有一点这个微微发焦的样子。大厨贴心的准备了这个是什么？这是鸡尾酒啊，这种分层的鸡尾酒。对，这样站起来的话，它比较有层次感。那看起来漂亮。那这杯鸡尾酒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红的是什么？红的是番茄酱。番茄萨司。那这个黄的是什么？这个橙汁，浓缩橙汁。好嘞，这道家人有约，看到没有，就已经大功告成了。不过它出来的同时呢，我们锅中还有一道炖菜，我们一起出锅，一起来品尝。来，我们看一看它什么样子的。我们发现这个榴莲这个外壳哈，你看，它之前的时候可能还有点坚挺，不过剥完之后呢，都有点软了。不是，这个榴莲的外壳可以咀嚼来吃吗？可以，也可以吃。它的膳食纤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吃起来口感未必很好。这个煲了汤之后，你看很浓，很浓，感觉很浓稠。那这道菜你看，它煲到这么久，中途的时候不需要再加点什么酱油啊、生抽之类的吗？这个不需要，因为这个煮汤呢。最忌讳的是在中途加水，你所有的这个汤呢，就要一次性把它加足了水。原汤。对，现在就是调一下味儿就行了，加点盐就可以。好嘞，加一点盐。这个盐放多少量呢？这个盐，那个随意，是吧？你先加点底味儿。现在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榴莲炖鸡出锅的时候呢，汤很稠，而且里面呢，我们这个榴莲的外壳的颜色呢，也从之前的这个白颜色变成略带一点浅黄，而且这个好像这个
鸡肉本身有点变黄，也变黄，是因为这个榴莲核的关系吗？对，是榴莲核，因为这个榴莲壳当中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它已经溶出来了，所以把这些鸡啊什么都会染成淡黄色。而且这一份汤出来之后，这个带出来这个榴莲的清香气味还是蛮多的。哎，我们这边这个榴莲核还可以单独来吃它。对，哇，就跟栗子一样，好像这个就跟栗子的味道是一样的。哎呦喂，那么我们先尝一尝汤好不好？来，哎呦。秋季进补荷凉汤，真的是很鲜美的感觉，没有这个榴莲的味道，一点榴莲这个臭味都没有，大多数都是这个鸡的这种鲜味。对，那我要尝一尝这个榴莲的外壳，哎，煮出来之后什么感觉？哎，建议你吃的时候呢，要顺着纹理来咬，不能呢来逆着它走，是不是？纤维太多了。哎，的确，这个纤维呢吃起来说也是软软的，哎，感觉蛮好的，哇。哎，真的不错哎！我要赶快迫不及待尝尝我们之前准备的这个家人有约。哦，看到没有，好吃啊！里面这个榴莲的馅儿呢，吃起来的时候不像说传统意义上那种用这个榴莲粉来勾出来那么稀，能吃到榴莲这个果肉在。对，而且外皮呢很酥，咬下去之后呢，有面包糠这种咬感，咬的这种酥酥的感觉，下来之后呢，就是那种非常软和的榴莲肉在里面。哎，很香哎。你看这个是炸的吧？榴莲酥是烤的，但是这个吃起来好像感觉不像榴莲酥那么腻。榴莲酥它因为一层酥皮，其实也全是油。真的是，而且你蘸上这一点点这个我们的浓缩果汁啊，包括番茄酱呢，还能借鉴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对，总之今天呢，这2道特色菜品呢，都是适合你在这个季节享受榴莲的时候来享受的。建议你呢在家里可以试一试。谢谢我们的饼大厨带来这么好吃的菜品，谢谢，也谢谢我们非常好的顾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榴莲的养生知识。期待着你下一次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再见。香甜诱人的家人有约，这就做好了。金黄的色泽，外酥里糯的口感，丰富无敌的营养，再蘸上漂亮的调味酱，真是一口美味一口营养的至尊享受。而且做法简单，您不妨在家中试一试。